作为俄罗斯的邻国，如果没有一款打到莫斯科的远程导弹，你怎么保卫自己的国土安全呢？面对川普执政的美国，欧洲盟友如果再不给乌克兰一点真东西，这战局怎么扭转呢？现在的火烈鸟远程导弹就是一个转机的开始。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卫军情局。今天是美西时间12月2号。今天早上呢，看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闻，欧洲终于是雄起了。欧洲时报的报道，乌克兰在丹麦的导弹固体燃料工厂正式动工了。在这儿我想从3个维度给大家聊一下这款武器是如何改变美欧的博弈格局的，以及是俄乌战场的格局的。第一个方面这个合作是怎么来的？在这儿我必须讲一下，在国际上，尤其是美国流传着一个论调，在中国人里也经常有人提到，说欧洲人就一直搭美国防务的便车，自己呢净想着过自己的小日子。他说的这句话对吗？你不能说全错，至少它代表了欧洲心不齐。因为欧洲它分为东欧、中欧、南欧、北欧和西欧，每个板块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吧，当东欧的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3国他们受到这个莫斯科的威胁的时候中欧的人害怕，愿意出钱出力，而西欧的老百姓大多数觉得给我们还远着呢。如果有一天这个大俄能推过来的话，至少也得个10年8年后吧。10年8年以后，我还在不在是都难说呢。所以说才导致欧盟在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方面声音一直不一样。有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喊得多做得少，但是有几个国家自始至终一直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像波罗的海3国你像这个瑞典而丹麦咱必须得提一下，因为丹麦它创了一个叫做丹麦模式。这个模式简而言之就是丹麦出钱，你们出武器，然后呢我买完以后我送给乌克兰。大家知道在2023年战争打的第2年的时候，那时候拜登仍然在大力支持乌克兰，但丹麦却捐出了国内所有的火炮支援乌克兰，那个态度亮明的是最坚决。而最近这个火烈鸟导弹燃料工厂就是一个重要的成果。实际上在2025年的6月份，双方就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为什么要生产这款导弹呢？节目开头我讲过了，如果一个国家作为俄罗斯的邻国，你要是没有打到莫斯科的远程导弹，你是很难保卫你自己的国土安全的。就像上一周呢，卡拉斯欧盟的外交代表他提过，在俄罗斯或者苏联历史上，他入侵过19个国家，其中有些国家被连续入侵了3到4次。对于这种并不遵守历史条约，只相信实力的，你只有把那地堡男孩给震慑住，有可能把莫斯科老窝给他端了，他才真正的怕你。动兵的时候才能犹豫一下。所以说射程3000公里，按照国际标准，这就迈入了远程导弹的门槛。那第一个维度就是这个国际合作它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女首相憋了1年的火，现在终于有途径解决了。大家知道川普在2次入主白宫的时候他提出来要把加拿大变成51个州，而且呢要占领格陵兰岛。那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格陵兰岛属于是丹麦的国土，虽然说是个半自治的岛屿。川普的理由很直接，说他对美国的安全太重要了。那太重要就归你，那苏伊士运河也可以归你对吧？那所有的那个岛屿都应该归你吗？这明显属于一个强盗逻辑吧。但他仗着自己是总统呢，他就这么说，而且派自己的儿子和副总统还登上了格陵兰岛，花钱请那些流浪汉吃了一顿，说你们
给我们拍拍照、合影，说明你们民众啊愿意成为美国公民，还发出来这些照片，确实流浪汉吃了一顿以后啊，就把自己的国卖了，就是说愿意让他们来。但是啊，这件事儿让这个丹麦啊气不过了，所以说川普在和当时的女总理应该叫首相，因为她属于是王国，丹麦王国。女首相的电话中啊，川普就使出了他的极限施压。然后呢，据知情人讲，这个电话里边啊，女首相情绪都崩溃了，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人。我才500多万人一个小国，你看上了我的海外领地了，你还想要强占？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咱还是北约成员国呀！而老川呢，他就是这样不按常理出牌，这在美国的历史总统中，这是独一份，恐怕以后也可能没有了。所以，女首相坚定的要捍卫什么现有的国际秩序，就是公理，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能恃强凌弱。兴你老川这么干，兴你这个普京这么干，这世界还能太平吗？所以说，在欧洲战场，他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实际上也是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这个大家都听清楚了。所以说，既然呢要把这个震慑莫斯科的武器生产出来，那就到了第二个环节。你想一下，能飞行3000公里的远程导弹，要带着1吨重的弹头啊，不是哪个国家它都能玩的。你就现在吧，200多个国家能有这个3000公里以上射程的，可能不超过20个国家。这玩意儿有的国家是根本不卖，你给多少钱，除非盟友不出口。比方说上个月那个川普说我要卖给乌克兰战斧导弹，战斧导弹它就可以做到贴地飞行，有时3-5米，一直贴着水面、贴着海面、贴着湖面、贴着地面飞，一直飞到这个目标直接炸，而且能飞3000多公里。所以说这个是能够震慑莫斯科的。本来说好了要给了，但是经过这个普大帝的施压，最后又不给了。实际上涮了这个泽连斯基，白宫一通电话不给了。而且有些人，只能说有些人呢，提了一个非常无耻的理由，说这个战斧导弹对你没什么作用，你干脆寻求这种连续10年的免关税吧，这对你国家更好，直接投降吧，把那28条签了。要我说这个世界上2条腿走路，它不一定全都是人类。虽然有的人吧，穿个白西装，打个他妈领带，穿个法式袖扣，戴个劳力士，对吧？但是往那谈判桌上一坐，人模狗样的，实际上说的话他就不像人话。他讲这个国家终究会失去自己土地的，还不赶紧求饶？最后呢，赚钱，赚完钱以后，我们可以把硅谷的那个企业开到乌克兰，你们就放下武器，享受高薪了。在他们眼里，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一文不值，就剩钱了。好在呢，这种人不能代表整个美利坚合众国，美国人民也以他们为耻。好，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既然欧洲要应对两浦的这种河流必须得给乌克兰震慑武器。那第二个维度就是乌克兰在打仗前，他没有这种技术储备，不会，怎么办呢？那大哥只能教呢。既然说美国换总统不再给这个战斧了，那只能是德国、英国教你。这个教也有一些办法。这次实际上呢，是德国没有给那个暴风阴影英国也没有给那个暴风阴影。他呢实际上给了最重要的东西，授人以鱼嘛，你得教人家学会打鱼。所以英国的一家防务公司，他和阿联酋合资，叫什么什么翁达吧，具体忘了。他们呢在去年的这个防务展上展了一款导弹，应该叫 F 什么05，它实际上就是一款3000公里射程的巡航导弹。后来呢，它不卖了，
他把这套技术就交给了乌克兰，而且实现了本土化。大家清楚啊，你带着1000公斤重的弹头飞3000公里啊，这个技术难度非常大。首先，欧洲盟友也就是英国啊，解决了最重要的大脑的问题。但是心脏呢？心脏英国有，美国有，不太好给。这个时候啊，英国人想了一个办法，我把导弹最关键的控制导航系统给你，包括呢最重要的固体燃料的配方，就是现在这丹麦工厂要建的。给你这个以后，心脏他们取了一个办法，就是乌克兰呢有上千架前苏联时期退役的教练机，而那款涡扇的发动机啊够用。你想这种导弹一次性的，只要它能飞行10个小时，能够飞的目的地炸了，它的任务就完成了。而这种发动机老旧的，在动力上够用了。所以说心脏解决了，大脑解决了，燃料也解决了，其他的那就是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了。这个选址啊也相当重要。为什么没有选波兰和波罗的海3国呢？还是不安全。所以说这几个国家也是北约成员国，大家都清楚啊，我几期节目讲过了，北约的共同防御实际上它已经失效了。无人机飞进你的国土了，你出了击落，你能怎么样？你能反击吗？哎，还是不敢吧。那既然这样，中欧啊已经不太安全了，那就直奔西欧，甚至是北欧，那就到了丹麦。丹麦特地选在哪儿呢？就是现在它拥有最先进的北约 F-35战斗机和 F-16战斗机空军基地的隔壁，那就不等于就是一回事儿吗？而且啊，这个丹麦的决心很大，首先是出钱，接近1亿美金。第二呢，出地方，这地皮我出了。第三个，这个建筑物啊，我也出了。厂房是现成的，原来呢，它是一个废弃的学校，现在完全可以改成这个燃料生产车间。那乌克兰出什么呢？出人，出你那个技术，当然是跟英国大哥学的。再就是出你的运营能力，然后把所有的安全环保、什么应急管理、什么这个安全审查、危险品的这个东西，所有的审查一切从简，赶紧快批。这公司啊，实际上已经注册成功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年2026年的1季度啊，就可以投产。投产以后，这些固体的燃料就能源源不断的通过陆路，因为它只要经过2个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波兰，就能运进乌克兰。你这个普大帝胆子大，你敢不敢来炸？我相信他不敢。第一呢，是航程比较远，你要从俄罗斯出动的话，飞到丹麦啊，你非常容易被这个识别出来啊。你要穿越这个北约的防空区，第一不敢。第二，即使你飞到了，旁边 F-35、F-16等着你呢，让你来呢是有来无回。所以我相信啊，吃闷亏的那还是普大帝。但是呢，另外一个感觉到失望的，那就是这个川普了。本来你想拿那个战斧导弹，你想拿人家一把，现在人家有了一个平替，距离给你设成了几乎是一样，虽然没有你先进吧，但是这个杀伤力比你还大呀。它的弹头是1吨，而是这个战斧的2倍。更重要的一点是成本，人家用那二手的这个老旧发动机做的。我看了一下这个详细的成本构成，美国战斧这一枚呢是200万美金这么一发，而这个火烈鸟啊，成本就相当于它的1/4，只要50万美刀。你看，你发1发，我发4发，你说这个拦截系统的过载哪个更强呢？所以说技术来自于英国大哥，然后呢是靠二手零件传出来的，最核心的大脑也来自于英国，核心部件导航系统、反电子战系统啊，这些地形匹配系统、这些地图数据库还是德国、欧盟的大哥。那第三个，如果说这款武器真的装备到了乌克兰，对战局有什么影响？这个就看它的数量了。对于莫斯科来讲，
这已经不再安全了。虽然说它也有自己的拦截系统、雷达呀、什么铠甲系统啊，但你挡不住它有一个叫饱和攻击，而且呢，它会和这个无人机啊一起使用，你也不知道飞的目标哪个是导弹，哪个是这个无人机。按照数据呢，它可以做到贴地5米飞行，然后呢，能够最高飞到5000米，飞行3000公里。它是跟着这个地形匹配的，能绕开树梢啊，什么绕开那个山头啊、建筑物啊，这些才是巡航导弹的这个强大数据库啊能够构建的。所以对战局的影响，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暴风阴影啊，随着这个火雷鸟的量产，我相信啊，接下来莫斯科终究有一天，它的指挥中心、国防部、国安总局啊，都会成为打击目标。既然说连自己老窝都被炸了，民众还支持这场战争吗？哎，普大帝就有的时候不得不结束这个战争了。他不要啊，有些人不要讲了，哎，他要扔那个煤气罐了，很难。如果说真要扔煤气罐啊，这个世界上其他煤气罐也就都回来了。世界上任何的一个独裁者都不愿意同归于尽，这个只能是吓唬那些胆小的人，仅此而已。好，关于火雷鸟是否能够改变俄乌战场的战局，欢迎您在留言区留下自己的观点。咱们明天见。我另外的节目大卫观点今天会讲到老川现在非常关注的几场选举是否能够让他失去这个众议院的控制。如果您感兴趣，请关注大卫观点、中情局和观点两个频道，咱们每天都会更新。欢迎你打开小铃铛，咱们明天见。